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北极啊。本期介绍一个以哭丧为生的女人，不管是人是狗，给钱就接单的电影《哭泣的女人》。故事开始，早晨的北京熙熙攘攘，年轻漂亮的王桂香像往常一样从睡梦中醒来，还不忘念叨丈夫许长庚两句，叮嘱他今天不要再叫人来家里打麻将了，等你起来一个人去买些批发的水果回来。丈夫睡意正浓，只是随口地答应下来。王桂香也早已经习以为常，并没有多说什么，带着自己的洗漱用品便走出了门。原来王桂香和许长庚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，他们的老家在贵州，因为王桂香工作的剧团倒闭了，二人才决定带着自己满腔的热血和激情来北京闯出一番天地。只不过没有文化的二人很快就意识到当初的想法有多么的幼稚，不过为了生存，他们还在坚持。简单的洗漱之后，王桂香来到邻居大哥阿鹏家租了一个孩子，便开始了今天的工作。而她的工作内容也十分简单，就是抱着孩子站在人来人往的街边，向过往的行人兜售色情光盘。在那个网络还不发达的年代，这种传播淫秽视频的方式成为了主流。不过她吆喝了很久，也没有遇到一个客人。大多数男人都是借着看光盘的幌子，趁机占王桂香的便宜。好不容易遇到个顾客，正当她掏钱的时候，警察突然来了，急得王桂香一把抓过钱，抱起孩子拔腿就跑。还没跑出多久，她便累得气喘吁吁，坐在一旁的马路牙子上，开始大口大口的喝水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两名警察突然出现在王桂香的身边，询问袋子里装的是什么。王桂香只是站在一旁默不作声。这时她租来的孩子便派上了用场，因为警察的大声责问，孩子被吓得哇哇大哭。民警看着她怀里的孩子，以为这只是一位被逼无奈的母亲，便只是对她进行了口头上的警告，没收了所有的光碟之后，便让王桂香离开了。眼看自己的光碟都被没收，她只好提前收工，把孩子还给她的父母。但是回到家里却傻了眼，邻居家的屋门紧锁，打听一圈之后，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去了哪里，只是说他们中午就离开了。没办法，王桂香只好把孩子暂且带回自己家里。可刚一进家门，就看到丈夫许长庚又在打麻将，麻将的嘈杂声夹杂着孩子的哭闹声，让王桂香心乱如麻。在抛下一句狠话之后，便又带着孩子出去了。她不甘心地再次来到了邻居家，只是这次她得到了确定的消息，邻居的一家人都已经跑路了。王桂香怎么也想不通，怎么会有人这么的狠心，竟然为了减轻生活压力抛弃自己的孩子。麻将桌上许长庚的手气一如既往的臭，今天又是输的手上一分钱都不剩。本着赌徒的心理，他也只是说剩下的钱明天一起还上。但赢家不依不饶地说道，除非让你老婆和我睡一觉。这句话直接激怒了许长庚。早年间在贵州老家的时候，他便是当地出了名的小混混，打架斗殴也是家常便饭。因为这句话，许长庚冲上去一通毒打，同伴拉都拉不开。随着一声惨叫，赢家的眼睛被打伤，捂着自己受伤的眼睛，痛苦的大喊大叫。许长庚知道自己惹出事端，赶紧跑出去，正好在半路上遇到了回来的王桂香。她只看到了一群人在追着丈夫跑，身后还有一阵阵的警笛声。她知道一定是丈夫惹事了。果然和王桂香猜测的一样，丈夫因为故意伤人罪进了监狱。原本平静的生活在短短1天之内便被打破。丈夫锒铛入狱，自己凭空多出来的孩子还需要照顾，她只好抱着孩子坐上了开往孩子老家的列车，想找到阿鹏把孩子还给他。在火车上，她还遇到了去城里治疗眼睛的伤者夫妇。伤者妻子在火车上揪着他不放，非要让他把治病的医药费拿出来。王桂香一声不吭，强装淡定。好在乘警及时出现，这才帮助王桂香解了围。等到他们下车之后，王桂香还挑衅似的看了一眼。很快火车到达了目的地，不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当地的村民甚至连邻居阿鹏的名字都没有听过，更别提他们现在的住址了。此时他遇到了一个看上去很面善的大姐，便哄骗道能不能把孩子放在他家寄养2天，自己过阵子再来接走。大姐一听这话，果断拒绝了他。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这是个没人要的孩子。束手无策的王桂香只好带着孩子回到自己的贵州老家。如今丈夫入狱，自己身无分文，工作没有着落，还带着个3岁的孩子，背后保不准要受到同乡人的指指点点。不过王桂香还算善良，她始终没有抛弃这个孩子。为了生计，她重新找到了自己以前工作的剧团成员，希望他们能够帮助自己摆脱困境。但是随着剧团的解散，以前的团员也都分散在了各地，留在当地的也都过得不尽人意。好在王桂香长得一副漂亮脸蛋儿，她很快和自己当初的老情人杨永敏勾搭在了一起。如今的杨永敏已经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了，在当地开了一个花圈店，大大小小3个老板。他托朋友帮王桂香找了一个可靠人家，可以放心把孩子寄养在那里，这也算是帮他解决了眼下最大的问题了。
不久之后，伤者的家属再次找上门来，这次他们的目的很明确，伤者治眼睛花9000块钱，王桂香1分都不能少。俗话说虱子多了不咬，债多了不愁，9000块钱对于王桂香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，所以他干脆耍赖，表示自己没有钱。伤者夫妻也是有备而来，看到他这样的态度，直接放话要住在王桂香的家里，什么时候给钱什么时候走。这可让王桂香傻了眼，她呆坐在门口，突然放声哭嚎起来，伴随着手臂夸张的动作，这哭声显得格外凄凉，就连伤者自己都听不下去。他警告王桂香，2个月之内必须凑齐9000块钱，不然他们还会再来。说罢便走出了房门。看着他们走远之后，躲在里屋的杨永敏赶紧走了出来，他有些兴奋地告诉王桂香，自己找到赚钱的法子了，那就是哭，哭就可以赚钱。原来看着刚才王桂香的行为，杨永敏一下子就想到了丧礼上的哭丧婆，因为这也算是体力活，再加上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传统观念，哭丧婆这个职业一直以来都有着不错的收入，而且杨永敏本身就是花圈店的老板，对于葬礼上的各个流程都了如指掌。王桂香虽然有些不乐意，但是生活所迫，只好无奈答应。说干就干，杨永敏很快联系了当地的火葬场和医院，让他们如果遇到死者，第一时间联系自己。经过杨永敏多方打听之后，终于找到了一家的老人刚刚过世，于是杨永敏便带着王桂香去试试看。但是第一次哭丧的王桂香完全不清楚状况和规矩，连哭词都不知道，哭丧哭得一塌糊涂，惹得人家直接把他们赶了出去。为了尽快还债，王桂香回到家里开始操练各种民间丧曲。所谓哭丧并不只是单纯的嚎啕大哭，还要搭配上当地特色的唱词，如果不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，这或许也算是艺术门类的一种吧。这天王桂香正和杨永敏在房间里面苟且，突然听到有人意外去世的消息，二人顾不得亲热，赶紧骑着摩托车来到丧礼现场。王桂香更是机灵，直接穿扮好走上前就开始哭丧。因为自己这阵子没少下功夫，再加上天生的好嗓子，家属对这个哭丧婆显得十分满意，直接掏钱让她哭个3天。只是哭丧也是个体力活，王桂香的嗓子很快就受不了了，还是杨永敏在一旁照料。期间他们说到了王桂香丈夫的事情，怎么样都要1万才能保释出来，如果钱不够，自己还可以拿出个2000块。表面上是对王桂香的照顾，但是明里暗里也透露出另外一个意思，那就是他不想再和王桂香厮混下去了。杨永敏心里很清楚，他和王桂香不过是一时的夫妻，自己的妻子才是真正走过一生的人。隔天王桂香带着一大包吃的去看望自己的丈夫，两人一见面便双双红了眼。丈夫说道，自己在这里1天都待不下去了，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杀了他。王桂香答应他一定尽快把他保释出去，还劝他好好表现，争取减刑。探监的时间十分有限，只是简单的说了几句话。回到镇子里，王桂香的哭丧已经在当地小有名气了，她也把自己哭丧的程度写了一个价格表，其中有山崩地裂、四邻不安、绕梁3日、倾盆大雨、美声花腔等等名目，价钱也从200到500元不等。县里一个有名的企业家最近丧父，于是他找到了王桂香。阔气的老板选择了最贵的美声花腔700大洋，红包另计，并反复叮嘱钱不是问题，一定要哭得全县皆知，要让所有人知道他们弟兄是最孝顺的。而杨永敏干脆当起了王桂香的代理人，让王桂香不要接太便宜的活。有时候顾客会挑剔王桂香哭得不够好，少给钱，这种时候王桂香就会暴露出自己泼辣蛮横的一面，甚至恶意诅咒。为了赚钱，王桂香甚至接了给狗哭丧的活，一干队伍排了长队送葬，王桂香轮着唱了好几首流行歌曲，一次一回头，离开你我可怎么过，唱的贵妇人眼泪连连。只要县城的死人信息传向他们就立刻行动起来，丧曲殡葬一条龙。按杨永敏的话说，这是旱涝保收的行业啊。就这样，短短不到2个月的时间，王桂香凭借自己哭丧的绝活赚到了1万块钱。她想用5000块还伤者的医药费，剩下的5000块则作为保释丈夫的保证金。不过杨永敏知道用5000块赎人简直是白日做梦，王桂香却觉得杨永敏根本就不想让许长庚出狱，因为此事两人不欢而散。随后王桂香自己来到了伤者家中，但是她已经离婚了，本人也去了北京，只剩下了一座空房子。之后她又找到了监狱长，说明自己的来意。和杨永敏说的一样，5000块的保释金实在是太少了，王桂香没有办法，直接脱下自己的衣服。监狱长见状也懂事地关上了房门。回来之后，他把孩子接了回来，现在的他已经有能力抚养这个孩子了。王桂香也会偶尔带着孩子去下馆子，改善一下生活。就在她在家安心等丈夫回来的时候，结果噩耗传来，丈夫因为越狱半路拒捕，被公安开枪击毙。警察这次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她在丈夫的死亡证明上签个字。看着手里的死亡证明，王桂香并没有表现得多么痛苦，相反，她似乎得到了一种解脱。消息很快传到了镇上，人们都在想，这回王桂香可得大哭一场了。谁知她只是发呆，无声无息。
房间里只剩下他和杨永敏。王桂香突然犯了糊涂，问道：“你愿意娶我吗？”杨永敏支支吾吾没有回答，但是王桂香分明已经听出了答案。王桂香坦白说，杨永敏根本就没打算娶她，而杨永敏也说王桂香也没有打算嫁给他，二人陷入了僵局。王桂香提上包便走了。次日，她又来到了一个丧礼上，做起了哭丧的工作。这次她哭得死去活来，因为丈夫的暴毙，王桂香的哭泣感动了众人，也是第一次流下了眼泪。一个个红包递到了她的手中，王桂香哭的不仅仅是死者和工作，还有在世上漂浮不定的自己。本片讲述的不仅仅是王桂香一个人的命运，更是那一代人对于故土拒绝的悲哀。在梦想的支撑下，成为了时代的妻子。哭泣只是情绪的表达，背后的无奈才是真正令人绝望的存在。本期的故事到这了，小伙伴们，下期见，拜拜。